一提到现代的审查制度，我们脑子里会想到什么？很可能是一堵高墙，对吧？但如果我告诉你，它最厉害的工具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堵墙，而是一种，更微妙的力量呢？尼尔·波兹曼这句名言呢，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它恰好就点出了我们今天要去探讨的一个核心矛盾。你觉得审查制度到底是一堵墙，用来硬生生的把信息挡在外面，还是说它其实创造了一个让你根本就懒得去找信息的世界？这到底是奥尔维尔式的，还是赫胥黎式的呢？好，那咱们就开始吧。今天我们这趟分析之旅的路线图大概是这样啊。首先，我们把奥维尔还是赫胥黎这个大问题摆出来。然后呢，我们会深入到一个特别巧妙的防火墙实验里头，去看看这个实验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发现。接着，我们会看到一个本来没被使用的工具是怎么被一个小小的推动给激活，从而改变了一切的。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信息到底是怎么改变一个人的。最后啊，咱们把所有线索串起来，去理解审查制度那种既稳固又脆弱的奇特本质。所以你看，这就引出了研究人员们最想搞明白的那个核心问题。咱们设想一下啊，在一个信息被审查的环境里，如果你突然给人们一个工具，一把能打开所有门的钥匙，让他们能看到外面的一切，你猜到底会发生什么呢？为了找到答案，他们可不是光坐着想啊，他们动手做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实地实验。具体怎么做呢？他们找了1800名北京的大学生来测试一下，如果能绕过咱们常说的那个防火长城，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啊，这个实验的设计可以说非常巧妙了。咱们来看一下，他们把这些学生分成了3组。第一组呢是控制组，就是保持原样作为参照。第二组叫访问组，这组学生会免费拿到一个可以访问无审查网络的工具，但也就仅此而已。最后最有意思的是第3组，叫做访问加鼓励组。他们不光拿到了工具，还会收到一些临时的鼓励，去看看外面的新闻网站。而且你得知道，这可不是那种做1-2个星期的短期研究，整个实验持续了整整18个月，对，1年半。这么长的时间，就让研究人员不光能看到及时的反应，还能追踪到那些长期的持续的变化。好，重头戏来了，咱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也是最让人意外的一个发现。这个发现就来自那批只拿到了免费访问工具的学生。按理说我们都会这么想，对吧？你给一个人一把能打开锁着大门的钥匙，他肯定会去开门看看，好奇心嘛，人之常情。但是呢，你来看这张图，结果真的让人大跌眼镜。有将近1半的学生压根儿就没激活过这个工具，你想想，连用都没用。而在那些用了工具的人里面呢，也几乎没有人花时间去看那些以前被屏蔽的外国新闻。所以你看，这说明什么？光是给一个访问的权利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引出了这个实验里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研究人员加了一个小小的临时的激励措施。那如果在给工具的同时，我们再从后面轻轻推一把，会怎么样呢？研究人员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提供了一些小额的现金奖励，学生们只要去读指定的外国新闻，然后完成一个相关的小问答，就能拿到这笔钱。结果呢，我跟你说，简直是天壤之别。这张图看得非常清楚，那个获得了激励的访问加鼓励组啊，他们看新闻的时间一下子就飙升上去了，跟那个几乎还是0的访问组比起来，对比实在是太强烈了。但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可不是昙花一现，这种效果是持续的。就算那4个月的激励期结束了，没钱拿了，这些学生还是会自己主动的去获取那些之前看不到的新闻，就好像那个小小的推动，点燃了他们内心一种对信息的全新的、持久的渴望。好，那问题就来了，当这些学生开始接触这些全新的信息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咱们接下来就看看这事儿对他们的信念、态度，甚至是人生规划，都产生了一连串什么样的连锁反应。研究人员给这种影响起了个名字，叫信息效应。
简单来说，就是接触到这些以前接触不到的信息，给学生们的生活带来了那种范围又广、程度又深，而且还很持久的改变。可说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咱们来看几个具体的数字啊。首先，经济方面，他们对中国未来 GDP 增长的预测平均降低了 0.9%， 也就是说，他们对经济前景的看法变得更悲观了。其次是态度方面，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你猜怎么着？下降了 21.3%， 这个降幅可不小啊。但我觉得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这些信息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选择。你看，计划出国读研究生的学生比例增加了 13.5%， 这说明什么？说明信息不只是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它还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他们未来的行动。好，那咱们现在呢，就把所有的线索都汇总起来，看看这个研究到底揭示了一个关于现代信息控制的怎样深刻的现实，也是咱们最后一部分要聊的。这个研究啊，可以说是完美的揭示了审查制度的核心悖论。你看，一方面，这个体系显得非常稳固，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光是屏蔽了信息的供给，更厉害的是，它成功的压制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你都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你自然就不会去想它。但另一方面呢，它又很脆弱，因为这种被压抑的需求一旦被唤醒，哪怕只是尝到了一点点甜头，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持续的渴望，停不下来了。这就让我们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上，也许最有效的审查制度根本就不是奥威尔描绘的那堵禁止你翻越的高墙，而是赫胥黎预言的那个充满了各种娱乐、各种让你分心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你根本就懒得去想翻墙这回事儿。这个问题啊，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想一想。